各位朋友们，在2026年的年头啊，开始进入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有竞争力的车 ，Mitsubishi X-Forc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了。欢迎回到来 POV 乱拍系列了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辆 Mitsubishi 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一辆 Mitsubishi X-Force。Mitsubishi X-Force 它是位于马来西亚北干本地组装，它有两个规格，一个是 Urban， 一个是 Ultimate。Ultimate 众所知就是所谓的最高配啦，顶配的话卖这120千 ，Urban 卖这110千的价格。那这个价格呢，其实触动了我们马来西亚市场上很多 B segment 的 SUV， 例如我们的 Proton 的 X50、Chery 的 Tiggo Cross， 也可能 touch 一点点的 Chery Omoda 5。可能再多一点点的预算，你可能买了 X70啦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预算，我们先来看一下 X-Force 给到你什么配置。以往的我们的认知啊 ，Mitsubishi 在马来西亚卖的车呢，就是一些商务车，比如说 Mitsubishi Triton 多用途的车 ，MPV、Xpander、Outlander 啦、ASX 之后这么多年啊，终于推出了一个我觉得比较亲民、比较有竞争力的一辆 X-Force。这辆车刚刚开放预定，如果首1000个顾客呢，它可以 rebate 一个5000块，5年的 free maintenance cost， 还有3次的 labor service， 还有 buy one free one 的这个 contest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你买一辆车，你有机会赢多一辆 X-Force。说到120千，还有 B segment 的这个预算，你可能会怀疑这辆车的动力数据是怎么样。这辆 Mitsubishi X-Force 它搭载着一具1.5公升的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，105 PS、141个牛顿米的扭力，再配搭这个 CVT 的无段变速箱，前轮驱动。即使它是全轮驱动，但是它还是搭载着一个 AYC 的智能循迹系统，它有4种驾驶模式 ：Normal、Wet、Gravel 还有 Mud。所以针对东南亚的烂路啊、雨天啊、高速公路的调教啊，这辆车的底盘是偏舒适，它也不忘稳定性的哈。我们先不要看数据，我们先用肉眼来看一下第一直观跟 Proton X50 的差距哦。这辆车看起来比 Proton X50 看起来更加大量一点。X-Force 的车身轴距为2650mm， 长度为4930mm， 宽度为1810mm， 高度为1660mm 的。整辆的规格跟泰国一模一样，主打东南亚市场 B segment SUV。主要的竞争对手为 Honda HR-V、Corolla Cross、Chery、Tiggo Cross、Chery 的 Omoda 5、Proton X50等等的哈。在我们身前面这个是来自于18寸的，尺寸为225/50R 18寸的 Toyo 的 CR1 的轮胎。轮圈的造型让这辆车看下去呢，轮圈也有很大力一下的。车身重量大概1200公斤左右啦。前面配搭这一个单活塞刹车卡钳，后面也是一个单活塞刹车卡钳。在这个时代，你很少会看到后面还是用的 drum 了的啦。离地界面为220mm 的高度，所以如果是住不重的朋友啊，不用怕。它拥有410升的尾箱空间，而且高配呢，它是会有给这个 kick sensor 的，所以现在我没有钥匙啦，脚电池阀按一下，你看它放这4个大行李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。虽然这辆车不是拿来主打越野，但是你可以开去可能海边的地方，在一些大小啊去郊游旅游啊都没有问题的。这个按钮主要是把尾门关闭，这个按了之后，尾门关上了之后，4个门都会锁起来。这辆车的尾灯呢是非常有辨识度的，车头灯也是一样，看起来很有的未来感。下面的包围就没有看到任何的排气管，它是隐藏式的，所以它是在下面。这辆车的悬挂设置前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扭力梁的设置，可是原厂强调这一个扭力梁呢是有做过强化了的，所以它就一点都不会影响到舒适性，舒适性极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内部的质感哈，这里都是一些硬质塑胶，可是让我最喜欢就是这一块，摸下去就好像布绒这样，可是呢就带有质感的那种。那么这个只会在高配上看得到，黑色的内饰配上这个灰色的这个布绒。这辆车最吸引我就是它拥有8个 step 的 adjustable seat recline， 什么意思呢？这辆车后座可以做64椅背倾倒之外，其实它有8个的 step 来控制你的座椅的这个倾斜角度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卖点啊，因为很多 B 级的 SUV 里面，要么就是没有的给，要么就是有的给2格，而且这个8格呢，可以让后面的乘客更加的舒适。进来这边坐一坐。
我的腿部空间呢，大概剩下1个拳头，头部空间呢，大概剩下1个拳头，而且整个顶棚都是黑色的哦。它也不像一些品牌需要买到什么 Sport 的版本才会给你全黑的哈，这个就不需要，完全给你。椅子的发泡棉非常的日系车的感觉，软软的，而且背部有支撑性，非常的舒适。而且我觉得后座空间呢的优势还比 X50来的好一点点，这是我的第一直观啊，因为这辆车我还没有拿回家测试，所以我很难跟你讲长途的使用心得。而且 X-Force 后面就有给一个小小的小布袋，左右侧都有，这里也是有个大的。后座有冷气出风口，一个 Type-C， 还有一个 USB 的充电口给到你。当我打开内饰之后啊，它的所有的配置我都觉得非常的好，只是它没有电动座椅啦，连驾驶员的座位这里都是手动调节的。或许给一些人是觉得是小 case， 可是你要知道你已经卖到120千了。但是有一个弥补我的地方，就是这辆车的座椅真的是好坐，而且它椅垫也不会太短。当然，我觉得如果还可以再扩展一点点是相当的好啦。座椅的支撑性非常的好，左右这边有一点类似像桶椅的设计，而且它不会让你坐到不舒服，很有支撑性，很有包覆性的。我很喜欢它这一个，虽然它不是全频道玩，像奔驰这样，这里有一个主机12.3寸的这个要买到高配才有12.3寸啊。还有这个全液晶仪表盘，它的方向盘呢，就我觉得很好看啊，圆圆的，像以前的 BMW 的 M Sport 的方向盘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赞的。冷气出风口的摆位，还有它的按钮呢，我觉得都是相当的好，忙操作的时候是相当的便利的哈，不管是温度还是风速。高配这里就有给到一个无线充电在下面，一个 Type-C， 还有 USB 插口，无钥匙启动就在这里，很方便，一上车就按啦。这个就是切换驾驶模式啦，还有电子手刹。Auto Hold， 这个就是它的排档杆，它没有给你手动模式啦。排档杆后面有拉杆嘛？后面多了一个按钮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是 Sport Mode 啦，我不知道。2个置杯架，还有一个手扶箱，而且这个手扶箱里面呢，可以把冷气的出风口出到来这里。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， 眼镜收纳盒，还有一些灯的操控都在这边。这个就是 B segment， 有灯。高配呢，它有给到8颗的来自雅马哈的喇叭，而且雅马哈喇叭很少在车子上看得到的，还有一些气氛灯，这边有一个小空洞，不知道放什么。有 ACC 的自动跟车、自动刹车、Blind Spot Monitoring、Auto High Beam 全部都有。我会列入在这边给你们看 Urban 有的东西，还有就是高配 Ultimate 有的这个配置，还有自动远光灯。这一排就是打开 Parking Sensor 360，尾箱的打开，还有头灯的高低调节。OK guys， 不知道看了这个视频呢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对这辆车有兴趣呢？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不妨给 PM 我带你们去试车。我觉得这个价格在马来西亚才有竞争力嘛。去年年尾在马来西亚还发布了 Suzuki France， 我觉得那个价钱是真的有点高，听说有 rebate 2万啊。但是第一，它的款式还有的外形呢，就有一点没那么吸引人，再加上它一开价真的是有点吓死人了。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看看一下了，各位。至于驾驶感受怎么样呢？下次拿到媒体试驾车再给你们试驾。这个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是 Ederon，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